老话说天人相应，人生即是小天地。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年总觉得身心不安，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自在，去医院又查不出症结。答案很简单，天地的气机在变，你的身体自然也在跟着变。就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次季节交替都有一段乍暖还寒的难熬日子。如今天地正在经历一场大的气运更迭洗牌，力量之大，无人能置身事外。今天我要跟你们交个底，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这6大反常现象，你不要怕，你反而要恭喜自己。为什么呢？老头子，我今天就一点一点揉碎了给你们讲。我们先来讲这第一个反常，你们自己对照一下，这几年你是不是突然变得特别不爱说话了？以前你可能脾气很大，眼里揉不得沙子，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或者听到别人说了句你不爱听的话，你非得冲上去跟人家掰扯清楚。在家里也是总想教育老伴，总想管教儿女，一点小事能唠叨大半天，争个脸红脖子粗。可是现在呢，你突然发现自己连跟人吵架的力气都没了，哪怕你心里明知道对方是在胡说八道，明知道他错得离谱，你也懒得开口纠正他了。别人误会你，你也不想解释，只是笑一笑，或者点点头，转个身就走开了。对任何形式的争辩，你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生理性的排斥。很多人遇到自己这个变化，心里犯嘀咕，说我这是怎么了？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是不是脑子迟钝了，认怂了？我告诉你们，绝对不是。这恰恰是你命盘大洗牌，福气要聚拢的第一步。老祖宗有一句话，4个字，你们一定要记住，叫开口神气散。你想想看，人活一口气，这个气就是你的元气，是你的命根子。你每一次开口说话，尤其是跟人争论、吵架、抱怨的时候，你的心跳是不是在加速？你的脸是不是在发热？你的情绪是不是在翻滚？那个时候你身体里的能量，你积攒的那点福气，顺着你的嘴巴呼的一下全都漏出去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身口一三业，嘴巴造业是最快的。你看那些整天东家长西家短，得理不饶人的人，往往面相都很刻薄，晚年运势都不好。为什么？气漏光了呀，福报全顺着舌尖溜走了。所以当你现在突然不想说话了，不是你抑郁了，而是你的元神觉醒了。你的身体在自我保护，它太累了，它不想再向外漏气了，所以它自动帮你把向外漏气的阀门给关上。你不说话，你的能量就开始往内收敛，往上走，去滋养你的5脏6腑，去开启你的智慧。我认识一个老伙计，我们叫他老李。老李退休前是个中学的教导主任，干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这个人人是不坏，但就是有个致命的毛病，爱说教，凡事非要争个绝对的对错。他退了休以后，把这套教导主任的做派全带回了家，在家里老伴炒菜多放了一滴油，他能站在厨房门口引经据典的数落半个小时，从心血管疾病讲到勤俭节约，去菜市场买菜，小贩秤上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他非得站在大街上跟人家讲道理普法，弄得一大群人围观。他觉得自己一身正气。最糟糕的是对他儿子30多岁的人了，在外面工作压力本来就大，偶尔周末回家吃个饭，老李在饭桌上就开始长篇大论指点江山，挑儿子的刺。有一次父子俩因为一点
对社会新闻的看法不一样。老李拍着桌子后，非逼着儿子认错，结果儿子实在受不了了，把碗一摔，吼了一句：这个家我没法待了，您永远都对，背起包就走了，一走就是5年，过年都不肯回来。老李气得直哆嗦，天天在家里跟老伴抱怨，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不知好歹。老伴常年生活在他这种强压的唠叨下，也是郁郁寡欢，家里一天到晚冷冰冰的，像个冰窖一样。直到前几年，老李在小区里跟人下棋，因为悔棋的事跟一个老邻居杠上了，越吵越凶。老李当时梗着脖子，还要据理力争。突然他觉得后脑勺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紧接着半边身子就麻了，舌头也僵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大家赶紧拨打急救电话，把他拉到了医院，急性脑梗。好在送得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嘴歪了，说话极其不利索，只能发出啊的声音。你们想想看，一个靠嘴皮子活了一辈子，最爱跟人争辩的教导主任，突然变成了半个哑巴，这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刚开始出院回到家的时候，老李痛苦万分啊！看到老伴的拖得不干净，他急得满头大汗，用手指着地，嘴里呜呜啊的，脸憋得通红。老伴只是叹气，默默地去干活，根本不理会他。那段时间，老李觉得天都塌了，觉得自己彻底废了。可是就在他被迫闭嘴的这半年里，奇迹发生了。因为没法开口教训人，老李急了一段时间后，心里的那股火慢慢就熄灭了。他每天坐在阳台上，看着老伴忙里忙外，看着夕阳落山，他不能往外看了，不能往外说了，他的心念只能往内收。有一天老伴买菜回来，腰疼得直不起腰。要是以前，老李肯定要说，叫你别提那么多东西，你非不听。但那天他说不出话，他默默地站起来，走到厨房，用他还能勉强活动的左手笨拙地把菜洗了，然后站在灶台前给老伴熬了一锅粥。端到老伴面前的时候，老伴眼圈一下子就红了。那是他们结婚30多年来，老李第一次没带任何说教，默默地为他做一件事。半年过去，街坊四邻发现老李变了，他原来那双看谁都带着挑剔暴躁的眼睛变得特别柔和，特别慈悲。遇到邻居，他虽然说不出话，但总是笑眯眯的，双手合十点点头。最不可思议的是，那年除夕夜，门铃响了，门一开，是5年没回家的儿子。儿子其实一直在暗中向亲戚打听家里的情况，知道父亲中风了，也知道父亲这大半年来性情大变。儿子站在门口，看着眼前这个原本强势，现在却笑得一脸平和的半拉老头，眼泪唰的就下来了。儿子感受到这个家里的磁场变了，以前那种一进门就让人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气场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温暖的感觉。儿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爸，我回来了。老李呢，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流着眼泪，用还能动的那只手紧紧地摸着儿子的头。你们看，老李开口讲了半辈子的道理，把福气都讲散了，把老婆孩子都讲成了仇人。后来他被老天爷强行按下了暂停键，闭嘴了半年，反而找回了家运，找回了天伦之乐。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大家，嘴巴是祸福之门，也是惹祸的根苗。在这个天地契机大洗牌的节骨眼上，如果你自然而然地觉得不想说话了，
不想跟人争了，你不要慌张，你这是在借老天爷赐给你的大福报啊！你把门关上了，福气就留在了你的身体里，祸端就被挡在了门外。你不再去消耗自己的心血去改变别人，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拿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当你做到了不争、不辩、不言，你就会发现你的头脑越来越清晰，你的心越来越安宁。这就是你命盘由阴转阳，好运即将现前的第一个大征兆。好，当你这嘴巴一闭身体里的精气神就不往外跑了，这股气一旦聚拢，它就不能闲着，它就要开始在你的五脏六腑、骨髓经络里头找出路。这就引出了咱们要讲的第二个反常现象。你们仔细回想一下，这几年是不是总觉得身体哪哪都酸痛？今天觉得肩膀沉得像压了块湿石头，明天又觉得膝盖缝里只往外冒凉气，有时候坐着好好的，心里突然一阵发慌，感觉四肢一点力气都没有。家里人一看不对劲，赶紧带你去大医院检查。大半天折腾下来，大夫拿着单子一看，说老人家您各项指标都正常啊，器官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有点亚健康，回去好好养着，别瞎想。可你心里头不踏实啊，觉得浑身难受是真真切切的。大夫怎么就查不出来呢？是不是得了什么罕见的绝症？是不是寿命快到了？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眉头皱的解不开。我告诉你们，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去正规医院查不出实病，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要命的绝症，这是老天爷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你洗身子呢。你们要晓得，我们人的这个肉身就像是一个老旧的杯子，你在这个世上摸爬滚打活了大半辈子，吃过苦，受过委屈，生过闷气，脑子里起过贪念嗔恨，这些东西在佛法里讲全都是业力。这些旧业力和负能量就像杯子底下的陈年污垢，死死地粘附在你的经络血脉里。现在天地气机大洗牌，老天爷觉得你这个人不错，要给你换大运，要给你装大福报了。可是你原来那个杯子太脏了，经络全堵着，装不下清净的甘露啊，怎么办？老天爷就得先帮你把这层污垢硬生生的刮掉。怎么刮？就是用新生的纯正能量去猛烈的冲击你那些堵塞的经脉，两股力量在你的身体里一冲撞，你的肉身自然就会觉得酸痛，甚至莫名其妙的心慌心悸。在我们老祖宗的修行智慧里，这叫做脱胎换骨的前奏。那个让你夜不能寐的痛不是病，是你的旧业力，旧习气在往外排，老天爷是在扩大你的能量容器。我给你们讲讲历史里的一位大先哲，宋代大儒张载的故事，你们听完就知道这种老天爷赐下的痛到底有多大的深意了。这张载年轻的时候根本不是个文文弱弱的书生，他是个十足的狂人尚武暴躁，天天拉弓射箭，一心想着要骑马拼杀，去战场上建功立业。他那时候的心气极高，觉得凭自己手里的刀剑肯定能杀出个大将军来。可是老天爷看中了他，不让他走这条沾满杀戮的血路，怎么拦住这匹脱缰的野马？就是用痛。突然有一天，张载得了极其严重的骨痹症，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重度风湿关节炎。这病来得极其凶猛，前几天还能骑马呢，没几天各个关节红肿得像发酵的馒头，稍微一牵扯就痛得钻心。他只能死死地躺在硬木板床上，他想咬着牙撑着坐起来，手肘刚一碰床板，
一股剧痛就顺着骨头缝像尖刀一样直接扎进头皮。他想伸手去拿桌上的水杯，结果手指哆嗦，连个空茶杯都端不住，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那段时间张仔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熬，痛得整夜睡不着。你想想看，一个原本想着金戈铁马的硬汉，现在连个翻身都要靠人帮忙，这等于把他的武将梦深深给掐断了啊！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换了一般人早就崩溃了，肯定天天躺在床上大骂老天不公。但是张仔没有，他在最初的挣扎和绝望之后，在那个下不了床的剧痛中，那颗狂躁好斗的心反而彻底沉寂下来了。他明白老天爷把他死死地钉在这张病床上，肯定是有原因的。既然动不了武，那就修文。他忍着痛，让人在床头摆上老祖宗传下来的易经，痛得受不了的时候，他就看书，去参悟天地万物的阴阳运转。就在这场长达数年的病痛折磨中，他身上那种好勇斗狠的劣根性，那股子武夫的暴力之气，被剧痛一点一滴的洗刷干净了。他的智慧在绝境和痛楚中彻底开了窍。后来他下床了，不再提剑，而是拿起了笔，写下了那句震撼千古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诸位啊，你们想一想，如果张载当年没有得这场痛不欲生的病，没有被老天爷用剧痛困在床上，他早就像个莽夫一样冲上战场了，可能没几年就战死沙场，化作一堆白骨了。历史上不过是多了一个不知名的兵卒，哪里还会有这位流芳千古的理学大宗师？所以啊，佛法讲得很清楚，烦恼即菩提，病痛很多时候也是你的护法神，那个痛是老天在帮你悬崖勒马，逼着你归位。当你现在去医院查不出什么大毛病，但就是觉得浑身酸痛、疲惫心慌的时候，你要懂得老天爷的苦心，这是老天在逼着你慢下来，不让你再去瞎折腾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心浮气躁，更不要因为身体难受就对着家里的老伴儿女发脾气。你越是烦躁抗拒，那个气脉冲撞的就越厉害，你就越痛苦。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要全然的接纳它。你每天晚上睡觉前轻轻地揉一揉自己酸痛的肩膀膝盖，在心里默默地跟自己的身体说说话。你说老伙计辛苦你了，我知道你在帮我清理以前的旧账，帮我消业力，咱们慢慢来，我不怪你。当你用这种慈悲柔软的心念去对待这股痛感的时候，你的心结一解开，气脉自然就畅通了。慢慢熬过了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轻盈了，整个人就像脱去了一层厚厚的旧壳，眼睛明亮了，精神头也足了，后半生的福气自然就稳稳地接住了。当你白天你闭上嘴不说话了，肉身的气脉也在慢慢打通。那么到了晚上，当你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这第三个极其反常的现象就该悄悄找上门来了。你们仔细想想看，这几年你的睡眠是不是发生了很古怪的变化？以前你可能沾枕头就早，一觉睡到大天亮，什么梦都不做，或者就算做梦，醒来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模模糊糊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是不是经常频繁的做梦，而且这个梦境极其清晰，极其真实，甚至有些时候离奇得很，
比如你可能会梦见自己突然飞起来了，梦见故去的亲人走过来跟你说话，梦见漫天的大水，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梦见同一个场景，同一座老房子。最要命的是，你早晨一睁眼，那个梦里的画面，那个心跳的感觉就像刚刚发生过一样，历历在目。有些梦里的细节你过了好几天都忘不掉。一般人碰到这个情况，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觉得哎呀，我最近太累了，我神经衰弱了，或者白天操心儿女的事情想得太多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只是偶尔做个乱梦，那确实是白天杂念太多。但如果你在这几年里频繁地出现这种极度真实甚至带有预知色彩的梦境，你千万不要简单地把它当成神经衰弱。你们要晓得，这绝对不是病，这是老天爷在借着梦境给你发信号呢。庄子里面讲，真正的真人智人做梦跟我们凡夫俗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凡夫俗子平时做的梦，在心理学上叫潜意识的释放，在修行里叫心梦，就是你白天那些没发泄完的情绪在梦里瞎折腾。但是当你处在命运大洗牌的前夕，也就是你的好运或者大变动要来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的梦往往就不叫心梦了，这叫天梦，也叫神谕。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你白天醒着的时候，你的那个脑子是不是一天到晚转个不停？你要算计柴米油盐，你要顾及人情世故，你满脑子都是逻辑、规矩、面子。你白天那个自我的意识太强了，就像一堵厚厚的墙，老天爷在这个时候想给你透点天机，想点拨你一下，根本就传不进去，全被你那个理智的墙给挡在外面了。那怎么办呢？老天爷慈悲啊，他就只能等你晚上睡着了。当你睡着了，你那个白天精明算计的脑子休息了，这堵墙倒了，你最深沉最干净的那个元神就露出来了。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心识是有很多层的，你最深层的那颗心是跟天地宇宙的能量场完全相通的。这个时候天地之间气机的变化，高维空间里对你未来命运的安排，就会像发射无线电波一样，直接打进你的元神里。你的元神接收到了这个信号，它不能直接用嘴巴告诉你啊，它只能把你脑子里那些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化成一个极度真实的梦境演给你看。所以这哪里是神经衰弱，这是你身上的那根隐形天线竖起来了。老天爷在给你发加密邮件啊，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心里害怕，赶紧跑去翻那种地摊上卖的解梦书，或者找个算命的去问吉凶，看到书上说梦见掉牙要破财，梦见蛇有小人，吓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我告诉你们，不要那么死板，千万不要用那种世俗的条条框框去给自己下定义，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既然是老天发给你的加密邮件，那么解开它的密码本不在任何大师手里，也不在任何书里，就在你自己的直觉里。当你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清晰震撼的梦，你第一件事要做的不是急着从床上爬起来，也不是马上去拿手机查什么意思，你先安静地躺几分钟，闭着眼睛把那个梦境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问问自己，我在这个梦里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你要去抓那个感觉。如果你梦见大火烧房子，或者梦见大水把你淹了，但是你在梦里一点都不害怕，
醒来之后反而觉得心里头特别敞亮，觉得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落地了，那这就是大好事。这说明你身体里积攒的那些陈年的业障，那些晦气，在梦里被老天爷一把火烧掉了，被大水冲洗干净了，你这叫消了大业，马上就要接福报了。如果你做了一个梦，醒来之后觉得一阵阵的后怕、心慌，甚至出了冷汗，你也不要害怕，更不要觉得这是什么恶兆来临了，你要感恩。你想想看，老天爷如果真的要惩罚你，直接在现实里给你一闷棍就行了，干嘛要在梦里提前吓唬你？老天在梦里让你害怕，那是老天爷在提前给你打预防针，他是在暗中提醒你，老伙计，你前面这条路有个坎，你最近做事千万要谨慎点，出门要留神点。老天用梦里的那一场惊吓，提前帮你把现实里的大灾给化解掉了，这就叫重罪轻报。老天是在护你的命啊，你们要晓得，在这个世事纷扰、磁场动荡的几年里，能频繁做这种天梦的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这说明你的灵觉还没有被世俗的欲望彻底蒙蔽，你的根基还在，老天爷还能联系得上你。当你开始把这些梦境当成是宇宙的指引，不去抗拒它，不去害怕它，而是带着敬畏心去体会它的时候，你潜意识里的这股清净能量就会越来越强，你在晚上的脱胎换骨慢慢的就会渗透到你白天的现实生活里，你的元神干净了，频率高了，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磁场就彻底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再去面对白天的人际交往，去面对以前那个圈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出大问题了。这也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第4个极度反常的现象。你们仔细对照一下自己，这几年你是不是对身边原来那些最亲密的朋友、老同学，甚至是一部分亲戚，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控制的生理性排斥？以前大家经常凑在一起打牌、闲聊天，你觉得挺热闹、挺合群的，可是现在只要一靠近这群人，只要一坐进那个包厢，听到他们在那东拉西扯，算计点蝇头小利，或者攀比谁家有钱，你立刻就觉得胸口像堵了一团进水的破棉花，闷得喘不上气来，甚至会觉得一阵阵的反胃恶心，1分钟都不想多待，只想赶紧逃回家。很多老朋友遇到这个情况，心里头特别愧疚，甚至会自责，觉得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脾气变古怪了，觉得大家大半辈子的交情，自己突然就疏远了人家，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太冷血了？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之所以会觉得反胃恶心，不是你生病了，也不是你无情，而是你们的磁场彻底不合了。你们要晓得，人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活动的能量场。你以前跟他们玩得好，是因为你们那个时候的能量频率是一样的，大家都在同一个低频的频道里，当然能聊到一块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老天爷要给你洗牌，你的能量层级在往上拔，你的频率变高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以前用的是老掉牙的收音机，只能收到那些口啦啦的杂音，现在老天爷给你换成了高清的卫星接收器，你再去听那个杂音，你能受得了吗？你的身体比你的脑子诚实得多，那种反胃恶心就是你身体本能的排异反应。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共业。
你们以前在一起吃喝玩乐说是非，那是在造共同的业力。现在老天要救你，要保你的晚年平安，第一步就必须强行把你从那个浑浊的共业圈子里拽出来。有个叫老赵的60多岁了，老赵这个人是个热心肠，以前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组织初中老同学聚会，每年不管多忙，他都要张罗个1、2次，订饭店，打电话喊人，忙得不亦乐乎。他觉得这叫念旧。可是这几年呢，同学聚会全变味了，一上饭桌再也没人聊当年的同窗情了，几杯酒下肚就开始攀比。张三亮出儿子刚买的大奔驰车钥匙，李四说自己1个月退休金8、9千，花都花不完。王麻子就抱怨自己儿媳妇不孝顺，抠门，一桌子人眼睛里冒出来的全是贪嗔痴慢疑。前年秋天，老赵又攒了个局，他本来兴冲冲的去了，结果刚一落座，听着左边在吹嘘换了大房子，右边在骂街，说被亲戚借钱不还。老赵突然就觉得心脏扑通扑通直跳，脑袋一阵阵发紧。他看着那一桌子脸红脖子粗的老同学，突然觉得极其陌生，极其滑稽，甚至觉得这里的空气都脏得让人窒息。老赵没说话，他死死捏着手里的茶杯，然后他啪的一下把茶杯扣在桌子上，站起身，一句话没交代，推开包厢门就走了。回到家，他二话不说，直接退出了那个几百人的同学群，把那些平时最爱攀比、最爱抱怨的几个老熟人全都拉黑了。这一下可炸了锅了。那帮同学在背后怎么骂他，说老赵这是老糊涂了，说他装清高，说他看不起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不是神经出问题了。老赵一点都没去辩解，他彻底切断了这些无效的社交，每天清晨一个人去公园的树林里打8段锦。大半年的时间，他认识了几个新朋友。这些新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呢？有的是退休的老中医，有的是喜欢研究书画的老头。大家碰面，不问你有多少钱，不问你儿女干什么的，只聊聊怎么养生，怎么让心静下来。老赵觉得跟这群人在一起，连呼吸都是顺畅的，身上的老胃病都奇迹般的不治而愈了。就在今年年初，老赵听到一个消息，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就在上个月，那帮老同学又聚会了。在饭桌上，有2个平时最爱掐尖的老头，因为喝了点酒，为了争论谁家的女婿更有本事，直接在桌子上杠起来了，互相揭老底，越骂越难听。其中一个脾气暴的，气得浑身发抖，一拍桌子站起来，话还没骂出口，突然翻了个白眼，直挺挺地栽倒在椅子上，脑溢血，送到医院人就没了。原本好好的聚会变成了催命的局。老赵听完半天没回过神来，他这才恍然大悟，如果自己当初不是突然感到那阵生理性的恶心，如果自己还死要面子强行合群，那天坐在桌子上生闷气的，或者被这种暴力磁场冲撞到的，会不会就是他自己？你们想想看，频率不同，强行相容，那是在折损你自己的寿数啊！老天爷让你对这群人感到恶心排斥，其实是冥冥之中在把你的根，在把你从那个即将引爆的火药桶上拉走。他在用这种让你觉得孤单，让你显得不合群的方式，帮你挡掉了灾祸，护住了你的清净。所以诸位老朋友，如果你现在正经历着朋友圈子大洗牌，觉得以前的朋友都离你而去了，或者你自己主动远离了他们，你偶尔觉得有点孤独，
你千万不要难过，更不要委屈自己去讨好他们，试图重新挤回那个圈子。你要记住老头子一句话，孤独是强者的必经之路。你那个老旧的浑浊的人际关系圈子被彻底打碎了，是为了给你生命里腾出干净的地方。你不把这杯脏水倒掉，老天爷怎么给你倒新茶呢？那些见不得你好的，消耗你的，每天给你倒心灵垃圾的人自然要离开，而真正跟你同频的，能滋养你灵性的善缘正在向你走来的路上。既然你的圈子碎了，你不再受那些世俗凡人的影响了，那么紧接着老天爷就要对你动真格的了。他要动哪里呢？要动你的脑子，动你这大半辈子最坚信不疑的东西。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5个反常现象，你的认知即将迎来一场地动山摇的大崩塌。你们仔细想想看，这几年你是不是经常陷入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怀疑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怀疑你自己这大半辈子是不是全都活错了。以前你深信养儿防老，觉得只要自己勒紧裤腰带，把所有的心血所有的钱都砸在儿女身上，老了就有了依靠。可是现在呢，你看着儿女们在外面奔波劳碌，连他们自己都自顾不暇，甚至有的儿女对你冷言冷语，满腹牢骚。你突然惊醒了，原来这个世界上谁也靠不住，哪怕是亲生的骨肉，最终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那个孤独的灵魂。以前你深信吃亏是福，觉得只要我对别人好，处处忍让，别人总会念我的好。你大半辈子都在做老好人，亲戚借钱你不敢催，同事甩锅你默默扛，家里有点好吃的全留给别人，结果呢，换来的是别人得寸进尺，觉得你好欺负，觉得你理所当然。你现在突然觉得那种没有底线的善良，那种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的活法，简直是太愚蠢了。以前你深信拼命赚钱攒钱就是人生最大的安全感，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天算计着存折上的数字。可是现在你看看自己一生的病痛，看看身边那些突然离去的老熟人，你突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如果连健康都没了，连内心的快乐都没了，存折上那几个零到底有什么意义？当这些念头一股脑儿的涌进你的脑海里，你的内心就像发生了8级大地震一样轰然倒塌。你觉得委屈，觉得愤怒，觉得自己大半辈子被世俗的规矩给骗了。这种感觉现代心理学管它叫认知失调，极其痛苦。很多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觉得人生全毁了，甚至开始自暴自弃。但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害怕，你要晓得这也是老天爷在给你洗牌啊，而且是洗到了最核心最深层的地方。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易经里有一个卦叫革卦，泽火革。什么意思呢？这个卦象是水在上面，火在下面，水想把火给浇灭，火想把水给烧干，这2股力量水火不容，互相克制，互相冲撞，这就叫革命的革，变革的革。这个变革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你原来的那一套认知被一点点的摧毁，可是你新的智慧新的活法又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你卡在中间，那种撕裂感就像是活生生的撕下一层皮一样。可是你们要明白，不破不立啊！如果那层旧皮不撕掉，你永远只能是一个被世俗规矩绑架的提线木偶。我常常跟身边的人讲，如果你活到了60、70岁，还对以前社会上教给你的
那些陈词滥调，深信不疑，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才叫真正的可悲。那说明你这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真正活过一天，你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老天爷现在要给你换大运，要把你抬高到一个新的境界。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无情地打破你脑子里的思维牢笼。佛法讲得很清楚，人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执念。你执着于儿女要孝顺你，你执着于别人要感恩你，你执着于金钱能保护你，这些执念就像一根根铁链子，把你死死地锁在这个充满烦恼的世间。现在老天爷硬生生地把这些铁链子给扯断了，虽然扯断的那一下你会觉得疼，会觉得无所适从，但只要你熬过那阵阵痛，你就会发现有一束极其明亮的智慧之光，从你生命裂开的那个缝隙里直直地照了进来。你开始反思，我这么活着到底对不对？人生难道就只有那一种苦哈哈的活法吗？当你开始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恭喜你，你的命盘已经彻底松动了。你不再被外界的标准牵着鼻子走，你开始向内去寻找真正的自己了。那种旧观念剥落后的空虚，恰恰是老天爷在给你腾地方，准备装下真正的大智慧。但是老天爷的考验从来不会仅仅停留在脑子里，当你的圈子洗牌了，你的思想认知也彻底崩塌重组了，紧接着现实生活中最残酷最猛烈的大考就要真刀真枪地砸下来了。如果你在这几年不仅思想上经历了痛苦的颠覆，现实中还遭遇了极其惨烈的打击，甚至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别怕，那才是老天爷最大的手笔。你们要晓得，这几年我看到太多的人遭遇了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的打击。有的人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本，被那些花言巧语的骗子一夜之间卷得干干净净。有的人原本做得好好的小买卖，突然之间大环境一变，资金链断了，背了一身还不清的债。还有的人家里突遭变故，经历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遇到这种事搁在谁身上，谁都觉得天塌了，大家都会绝望地指着天骂，老天爷啊，我一辈子本本分分没做过伤天害理的缺德事，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要把我逼到绝路上？我告诉你们，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样的绝境里，你千万不要绝望，更不要自暴自弃，你必须咬着牙挺住，因为这是你命盘大洗牌最猛烈也是最核心的一个信号。老天爷在用绝境强行剥落你的物欲，消你的大业。当你经历了这种濒临崩溃的绝境，并且死死熬过来之后，你的身上就会出现第6个极其反常的现象，你对金钱对物质的心态发生了彻彻底底的颠覆。以前上就会，你可能把钱看得很重，觉得钱就是你的命，就是你最大的安全感，你每天焦虑怎么多赚一点，怎么比亲戚朋友过得风光，甚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跟人争得面红耳赤。可是现在当你的钱财散尽，或者当你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回来，你突然觉得钱这东西好像真的没那么重要了。这不是说你不想好好活了，也不是说你变懒了，而是你心里头那根被金钱奴役的绳子断了，你开始追求那种最简单最干净的生活。现在就算只给你一碗清汤寡水的白面条，你吃下去都觉得心里头特别踏实特别香。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这个道理很简单，
老祖宗早就点透了，财者末也，德者本也。钱财这些外在的东西都只是枝叶，你自身的德行才是大树的根。如果你身上的福报不够，经络里堵满了旧业力，你手里攥着太多的钱，那根本不是福气，那是催命符啊！老天爷让你破财，把你逼到山穷水尽，很多时候是在拿这些身外之物去替你挡一场足以让你家破人亡的大灾难。我给你们讲一段唐代一代名相姚崇的故事，你们听完就会明白什么叫老天爷用绝境来给你洗命盘。姚崇这个人大半辈子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智慧极高，到了晚年他躺在病榻上，已经病入膏肓，连坐都坐不起来了。他眯着眼睛，冷眼看着床前站着的那些儿孙们，他发现什么了呢？他发现这些儿孙虽然表面上哭得伤心，但背地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他留下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家产。儿孙们为了争夺这些财产，已经开始暗中算计，拉帮结派了。姚崇心里跟明镜一样，他知道自己一闭眼，这个家马上就要因为这些钱财分崩离析，骨肉相残。更要命的是，他在朝廷里有一个死对头，叫张说。张说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心胸狭窄，一直想置姚家于死地。现在皇帝恰恰指派张说来给姚崇撰写死后的神道碑文，如果碑文上被张说暗藏几句诛心的恶言，姚家必将遭受灭顶之灾，满门抄斩都有可能。内有子孙贪财，外有仇人磨刀，换了普通的老爷子，肯定是在临终前立下极其严苛的家规，用权力去死死压制儿孙，或者派人去跟仇人鱼死网破。但姚崇没有，他在弥留之际做了一个让所有儿孙惊掉下巴的决定。他喘着粗气，指着屋角那几个装满绝世珍宝玉器的红木箱子，把几个嫡亲的儿子叫到床前，下了一道死命令：等我咽气之后，张说肯定会来吊唁，你们就把他引到这几口箱子前，把这些珍宝全部送给他，只要他肯收，你们马上顺势请他为我写碑文。他写完之后立刻拓印1000份，马上呈送给皇上。儿子们一听，吓得全跪在了地上，急得直冒冷汗，连连磕头。父亲他是我们姚家不共戴天的死仇啊，我们怎么能把家里最值钱的宝贝拱手送给仇人？这不是把家底都掏空去讨好一条毒蛇吗？姚崇靠在枕头上，脸色惨白，但眼神却冷得像刀子一样，吃力地吐出一句话：不送，姚家就会亡照作。后来姚崇死了，张说果然来吊唁。当他看到姚崇家里那些连皇宫里都罕见的绝世珍宝时，眼睛都直了。张说这人最大的弱点就是贪财，他收了宝贝，心里头那一点政治仇恨早就被强烈的贪欲给盖过去了。他拿人手短，当场挥毫泼墨，把姚崇写成了千古第一名臣，夸到了天上。姚家的儿子们也不含糊，拿着碑文火速去刻石面圣。等过了几天，张说回过味来，猛拍大腿，后悔了，想派人去把碑文要回来改写，但已经晚了。皇帝已经看到了，字迹已经刻在石头上了，姚崇的名节保住了。你们看看姚崇这一招有多绝，他用散尽家财彻底化解了政敌仇人的杀心，保全了家族几百口人的性命。同时他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全送走了，让儿孙们瞬间陷入了相对的贫困之中。
一下子断了他们为了争夺财产而互相残杀的贪欲，去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姚崇就是用这种主动制造的破产绝境，深深地把子孙的命盘给洗了，化解了血光之灾，打破了富不过3代的魔咒。所以佛法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现在遭受的破财受骗绝境，你不要光盯着那个钱没了，你要去看看钱没了之后，你身上那股贪念，那股浮躁之气，那个随时会惹大祸的狂妄，是不是也跟着没了？老天爷把你外在的依靠全部剥夺，让你退无可退的时候，恰恰是你找回本来面目的时候。当你不再被物欲死死捆绑，不再每天睁开眼就想着怎么算计钱财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就会生出一种极其强烈的天命感。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你会突然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肯定不是为了浑浑噩噩地当个赚钱机器，我肯定有一件特殊的事情要去做，哪怕这件事不能让你发大财，哪怕只是默默地去帮一群人，去修一条路，去写点干净的文字，去传导一种善念，你也心甘情愿，心里痒痒的，就觉得非做不可。这就是你的灵魂在绝境中彻彻底底的复苏了，你身上那股纯粹的利他之心被激活了，你开始从一个只为自己谋利的凡夫俗子，变成了一个能够顺应天地大道的人。当你带着这种无私的使命感去生活，去行动的时候，全宇宙的能量都会过来加持你，那些原本阻挡你的绊脚石全都会变成你高深的垫脚石。好，既然大家懂得了老天爷的苦心，知道了自己身上这6大反常现象根本不是什么病，而是命盘在剧烈洗牌，是老天在逼着你归位。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股翻天覆地的动荡气流，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稳稳当当的接住老天爷赐下的这份大礼，而不是被颠簸的鼻青脸肿呢？我告诉你们，光知道天机没有用，你还得有脚踏实地的应对心法。接下来这5件事，你从今天开始必须刻在骨子里，每天照着去做。第一件事叫做全然接纳，允许一切发生。你们要晓得，人在遇到变故，遇到身体不舒服，遇到不如意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抗拒抱怨。你失业了，破财了，你觉得天塌了，天天在家骂街，你身体酸痛，你天天愁眉苦脸，抱怨老天不长眼。我跟你们讲，你越抗拒，那个痛苦就越像藤蔓一样死死缠着你。这个道理很简单，老天爷既然要打乱你原来的牌局，重新给你发牌，那个旧秩序就必须要被打破。你不让它打乱，新的好运怎么进得来？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管遇到多糟糕的事情，哪怕是被人骗了，被人冤枉了，你现在心里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我允许一切发生，这都是来度我的。只要你的心不动如山，不把自己的情绪交给外界去控制，你的能量就在那一瞬间全部收回来了。你只要接纳了，那个灾难的破坏力就立刻减半。第二件事要勤快一点，赶紧去清理你的能量场。这个能量场分2个，一个是你的家，一个是你的社交圈。先说你的家，你们想想看，很多老人家里那个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10几年前穿破的衣服舍不得扔，破了口的碗舍不得丢，连快递纸箱子都要堆在床底下。我告诉你们，那些破铜烂铁带着旧时代灰尘的东西，
上面全都是停滞的死气，你的居住环境死角满是灰尘，你的运气能好得了吗？打扫房间就是在打扫你的心灵。今天听完我的话，回去就把那些破烂该扔的扔的扔，该捐的捐。当你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早晨的阳光哗的一下照进屋里的时候，你心里的阴霾也就跟着散了。还有你的社交环境，刚才说了，把你恶心的圈子退掉。我再强调一遍，现在这个动荡的年月，不是讲虚伪人情的时候，是护命护能量的时候。那个天天上你家来借葱借蒜，一坐下就开始抱怨儿媳妇不孝顺的邻居，那个天天在微信上给你发负面新闻满嘴怨气的老相识，你必须跟他们保持距离。你辛辛苦苦打坐念佛静心积攒下来的一点清净能量，被他们几句牢骚一冲全散了。你要像保护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保护你内心那团刚刚燃起的微光。第三件事，要敢于盲目地相信你的直觉。你们要晓得，在命盘大洗牌的这个节骨眼上，你脑子里以前那些算计得失的逻辑分析通通都要失灵了。因为旧地图是永远找不到新大陆的，那怎么办？老天爷给你的指引全藏在你的直觉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第六感。你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很想去翻看一本早就落了灰的书，你就去翻。你突然觉得某件事哪怕能赚点小钱，但心里就是觉得别扭不想干，那你就果断推掉，别去问为什么，也别用脑子去分析利弊。这个直觉就是高维空间里的那个高我在给你下达避险和寻宝的指令。你越是听从直觉，你跟天地之间的信号连接的就越好，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如有神助。第四件事，要在极微小的地方积攒阴德。有的人跑来跟我诉苦，说老头子啊，我现在饭都快吃不上了，我哪有钱去放生，去布施，去积德啊？我告诉你们，如果你觉得积德必须花钱，那你的认知就太浅薄了。积德往往就在你一转念的细节里。你下楼买菜，对那个卖菜的小贩和颜悦色的笑一笑，不因为1-2毛钱去苛责人家，这就是积德。你走在路上，看到有块石头挡在路中间，你弯腰把它挪开，怕绊倒别人，这就是积德。你在网上看视频，不去跟人抬杠骂人，而是留下一句鼓励别人祝福别人的好话，这更是积德。你命盘要升华，就像盖高楼，楼盖得越高，地基必须打得越深。这地基是什么？就是你的一言一行里透出来的厚道。靠投机取巧赚来的钱，一阵风就吹散了。只有靠厚德载物，你才能稳稳当当地把后半生的福气留住。第五件事，要学会每天留出一点时间来独处。现在的人啊，太怕孤独了，一天到晚开着电视机，哪怕不看也要听个响声，手机一刻也离不开手，心永远在外面飘着。我告诉你们，人群中的狂欢是最消耗人的，独自一人时的宁静才是生命真正的盛宴。你每天哪怕只抽出15分钟，关掉手机，关掉电视，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什么都不干。你问问自己，我今天起没起坏心思？我是不是又被恐惧和焦虑牵着鼻子走了？我是不是又多管闲事惹人嫌了？这叫内观，老祖宗叫反省。你不把自己拉回来，你就会被世俗的惯性带着往火坑里跑。当你习惯了独处，往自己内心深处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法喜充满的安宁感，比你吃什么名贵补品都管用。好了，
今天老头子我掏心掏肺的跟你们讲了这么多天机，也把保命的心法都教给你们了。我知道在座的诸位朋友很多年纪都大了，记性没那么好，没关系，我再给你们啰嗦一遍，你可千万要记在心里。如果这几年你突然变得极度厌倦说话，不想争辩了，你的身体查不出实病，但就是觉得莫名酸痛，心慌疲惫，你晚上频繁做极度真实的离奇梦境，你对曾经亲密的朋友圈子产生生理性的排斥恶心，你大半辈子深信的观念突然全盘崩塌，你经历了破财绝境，却意外放下了对金钱的执念，生出了想做点好事的使命感。如果你占了这6大反常里的几条，打死都不要觉得自己病了、老了、废了，这绝对不是绝路，这是老天爷在给你强行洗命盘，在给你腾空就业力，准备装大福报。你要做的应对步骤就这几步：全然允许接纳，打扫家里的杂物和社交垃圾，凭直觉去躲避灾祸，在起心动念间微小积德，最后每天抽出时间独处内观，就这么简单。你能做到，你后半辈子的福报谁也抢不走。诸位，如果你觉得今天老头子讲的这些话字字句句说到了你的心坎里，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启发，请你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的亲戚、老同学，还有你们的儿女。你不要觉得这是在凑热闹，你们要晓得，在这个世事颠倒的时代，你把一份政治正见传递出去，这就叫法布施。你的一句善意提醒，或者一次随手的转发，很可能就让一个正在绝境里想不开的人放下了屠刀，很可能就让一个处于家庭内耗中的人豁然开朗，少走一条弯路，少败一次家运。你这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帮了别人，那种善的磁场最终全都会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这就是在给自己无形中积攒天大的福德功德无量啊！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祈愿，你可以留下一句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可以留下一句愿家宅平安，福慧双增，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接好运，那也是你心底发出的最亮的一道光。你写下的每一个善念，老天爷都看得清清楚楚，最终都会化作无形的屏障，护佑着你和你的家人岁岁平安，灾障消除